霍廷宠，我劝你，你别再纠缠我了。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。当初我妈救了受伤的你，你住我家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穿我的，你还到外面说你是我的童养夫。霍廷宠，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男人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爸，爸，你来接我了。妈，你不是说安顿好一切就回来接我的？这就是你说的安排好一切？妈，江四，你还真是和你那个母亲一样，蠢得可爱。该不会真以为我们让你去黑省下乡，是给你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吧？实不相瞒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就拿走了江家所有的钱。现在的我们呀，不知道过得有多潇洒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现在风声严，咱们的资产可一点都不能透露风声啊！我怎么会？我都已经答应下乡了。只有死人才不会透露风声。正好，你这种大小姐，一点儿也不适应乡下生活，那我们就送你一程。哈哈哈哈！恭喜啊哥，这次的任务完成的十分顺利，你是目前战绩击落最多那个，上面给你准备了嘉奖仪式。我要去黑省。
可是江小姐不是都拒绝你了吗？还去啊？我有种不好的感觉，立即出发。思思，我这是传说啊！穿到了年代剧里，成为了凶，不大还无脑，尖酸刻薄，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年轻漂亮，不把别人当人的炮灰女配身上。空有一身绝世美貌，深情帅气的未婚夫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，资本家大小姐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更不可能嫁给你。原主仗着自己是资本家的女人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这个破东西还给你，尤其是军官未婚夫，更是没好脸色。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的亲事就此作罢。我以后可是要回护士的，你和我这辈子都没可能。思思，说起来，这门亲事还是原主母亲在小时候帮他定下来的。但袁山嫌弃对方是个沉默寡言、不解风情的世子，又担心海岛上物资匮乏、生活艰苦，所以迟迟不愿履行婚约。可最后，江家成了下一个亲生女儿。思思，思思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你把工作传给青青，还让你下乡，这的确呀，让你有点委屈了。可爸爸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呀。你先把门打开，听爸爸解释好不好？你一个当姐姐的，就不要和沈青青计较了，好吗？没事。秀文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行了，快开门！都已经闹了一天了，还想闹到什么时候啊？难不成你要在房间里待一辈子？你满护士打听打听，谁家的姑娘像你一样没大没小？一个当姐姐的，怎么跟妹妹计较上？开门！你干什么你？你一个当后妈的，也不会和我计较吧？原主的确是嚣张跋扈惯了，但还没到见人就生仇。这女人倒是挺能装，可惜在我这儿没有用。没想到原主的爹
果然能中心肠。既然穿越了，我就不能让原书里憋屈的剧情落到我头上。资本家大小姐就要活出资本家大小姐的样子。我妈死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呀？你说你要护我一辈子的，可现在你却为了一个外人欺负我，让我去下乡，还要我把工作给沈星星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我们家出于好心收养的一条狗而已。妈，好了，下回可不能这样了。行了，下楼吃饭去吧。要是原体，恐怕到现在非要一个东西，但我更喜欢实际的东西。马上江家就要被查了，在这之前，我要把一切在自己手里。奇怪，江四他怎么像换了个性子一样？怎么敢打你啊？先不管这么多，你周内要是没有单位接手，6、7届毕业生就要被强制下乡。今天无论如何，这个工作名额也要拿到手。姐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肉，你快尝尝。姐，你可别，我妈只生会我一个，别每天动不动的就在我这碰瓷儿。昨天我就是喝了一杯你端的水，结果工作还被人惦记上了。我今天要是吃了你这红烧肉，是不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？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四四，妈走的早，你又是江家独苗，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，我是不可能让你下乡的。我昨天收到了确切的消息，最迟下个月就会再清算一批人，其中就有我们江家。是啊，四四，我虽然不是你亲妈，可是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下乡？哎，但是你爸说的也对呀，这下乡总比下放好。是啊，我是你亲女儿，你怎么忍心骗我下乡？可惜了，现在的我不是原来的江四。啊，可以，我要下乡。但是我有几点简单的要求。你说吧。第一，下乡生活艰苦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妈把我养得白白嫩嫩的，这次下乡插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记得我妈去世的时候，留给我一块羊脂玉，这个我想带着吧，留一个念想。行。这是你妈留下来的羊脂玉，就是这个。这是2000块钱，足够你在黑省衣食无忧过一辈子。爸，你这么心疼你女儿，肯定不会让我受委屈的，对吧？所以下乡可以，但是钱
爸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光是咱们家存银行的利息，一年就不止2000吧？还是说要我去查查咱们家银行还剩多少钱？反正清算马上也要下来了，正好我帮他们先查个清楚。爸，他这就是威胁你啊，还这么没大没小的。明明刚打完人，现在又这样跟爸说话。青青，算了。你真是好笑，我们江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我2000还不够啊？东北那边可冷了，棉衣、棉被、小洋装、小皮鞋这些都要置办的，还有房子要盖小洋房，自行车、电视机这些总得办吧？就这我还没有跟你提手表和缝纫机呢。那你不还有那么多表呢吗？我那些都是国外的，怎么着？你嫌我命太长是吗？还有啊，以后我跟我爸说话的时候，我麻烦你不要老是插嘴。你一个领养的东西，小心以后跟狗做一桌。爸，你跟妈说过，你不会让我受委屈的。您可不能这么惯着他，谁下乡要花这么多钱？就是他一个丫头片子，凭什么花这么多钱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啊？对。你也不同意？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怎么？我今儿说的话当耳旁风啊？你们吃我江家的，用我江家的，不过是我江家养的一条狗，还你不同意？你是算个球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江家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哼，妈！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四四，他们都还只是孩子，你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？不懂事就该好好打打，左一个丫头片子，右一个坏女人，也不知道是跟谁学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明天我就去找三叔公过来一起理论理论。现在情况特殊，咱们账上不能存那么多钱。好啊，存我账上啊，我账上安全，反正我都要下乡了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咱家账上到底还有多少钱啊？要不我明天去银行查查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出了问题，我肯定是会帮家里想办法的。不能查，要查了，上头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。这是1万块，都在这里。行，那什么？断亲书啊？断亲？可不嘛，得断，得断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样资本家的风险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作为江家唯一的女儿，必须要给家里面承担风险。万一要是有人去闹，这要是查到了，那就行，断。
作呢？哦，对了，明天你带着青青一起去单位，把准工作的手续一起给办了。好啊，我没问题啊。那拿钱吧。什么钱？还要钱？爸，你是不是糊涂了呀？买工作肯定是要花钱的呀。咦，你也不用看我吧，江家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不会还想拿着我的钱买我的工作吧？1000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以前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，我们和平相处。要是你们和平相处不了的话，那我明天就找三叔公过来理论理论吧。你想拿捏我，我才不会浪费时间。你什么你啊？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只会说一个字？哎，我这么好的工作，就你这文化水平，就你这脑子，就你这长相，你上哪儿你都找不着啊！我给你3秒钟，你还要不要？不要，有的是一大把人想要。你威胁我？对啊。3、2、1，不要来打！1000就1000。给。谢啦，财神。什么时候带我换工作？换工作，看我心情呗，等着吧。就是这个，书里提过，这块羊脂玉里有空间。哇塞！一键耕田，基础道具篱笆，预计20分钟。一键除草，基础道具除后，预计15分钟。这空间还挺人性化的。这次不是用力全灌溉，不仅果实肉质可以更鲜美，还能缩短动植物的生长周期。灵泉？灵泉？那我不是发的？我是发的呀！试一下能不能是物品。现金，糕点票，本地粮票20斤，票20尺，香吉死块表，原存折，短期书。
睡觉去喽。哎，妈，你轻点，疼。哎，妈，你说以前那老不死的在家，你让我们忍也就算了，现在那老不死的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让我们忍？都忍了那么多年了，再多忍几天怎么样？再说了，就以他那个暴脾气，到了乡下呀，他也好过不了。可他手里有1万多块钱呢。这你就放心好了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妈给你们几个保证，这一巴掌就是最后一天的委屈。放心吧，林宝柱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哟，都挺早的呀。户口本啊，取钱，还有户口要用呢。我今天也没事儿，我陪他取吧。思思呀，我们今天下午和你爸爸他们要回一趟苏北老家，要出去3、4天。你说你是今天取呢，还是等我们回来呢？上辈子可是爸一个人去，这次怎么他们一家5口都要去？不过也无所谓，正愁没机会把这个家掏空。等你回来，我去。今天去吧。好啊，鱼儿上钩了。喂，户口本给我。对了，今天要给这个蠢货去改工作，2瓶好酒1条烟，毕竟要求人办事，要最好的那种啊。没事。地窖里那个，别舍不得，藏着掖着没用，我可是穿越者，你们要几斤几两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行，都给你，拿走，都拿走。哎呀，爸你真好，好像要被气死了，不过被气死好像也无所谓。走啦。一会儿妈带你去看看。好。这样，你们俩就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劳资科看看情况，一会儿好了叫你们。为什么不一起进去啊？我是去找领导，一起去，那不明摆着告诉领导我们走后门吗？啊，真蠢的瓜小。算了，思思，那你自己进去吧。好嘞。没事儿。妈，多久？10分钟了。进来吧。走。周科长，填完表以后1周就可以交接了。啊？这么久啊？当然，你嫌久也可以不办。一般来说呢，厂里是不让转工作的。静静，没事儿。蠢的要死！谢谢周科长，麻烦你了，周科长。走啦。这几天你一个人住家里，一定要把门锁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三叔公一直身体不好，医生说需要静养，你这几天呢，就别去烦你三叔公了啊。好嘞，走了，拜拜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哦。怕我就告状，明天我就去。喂，小江啊，放心吧，
这个档案啊，我下午就催他们送过去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周科长，这个档案不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工作你不换了？一时半会儿给您解释不清楚，麻烦你了。我先给你一个新地址，到时候你帮我寄过去，谢谢啊。看来啊，他这工作不是自己要换的。沈修文也真是，原配对他那么好，娶了一个新老婆好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思思还算聪明，不然呢，在他家不知道受多少委屈呢。我看呐，他这次他就是想偷偷把工作给卖了，也不肯便宜他那后妈。这老爹有的是钱，可现在的资本家钱都不能见光，好东西肯定是放在你的密室里。啊！哇！Oh my god！ 哇！不错，哎呀，雪茄也不错，茶叶也不错，这古装，这调子也不错呀，统统拿下！啊，干净，嘿嘿。接下来去渣爹房间。发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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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誓！哇！对呀，私房钱呢？难道在沈青青房间？这不是我母亲生前的首饰吗？这渣爹全都给他了！我去，9000块！这个团宠人设是这么香吗？这些年零花钱都存9000了！啊！出发！说了。唉，真累啊。鱼儿上钩喽！小江同志啊，这里就是棉纺厂的后门，进去吧。好。小江同志，我听我家里人说，
你那工作不是要卖给你妹妹吗？怎么不卖了？周婶儿，实不相瞒，她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给她。哎，周婶儿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给你吧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想好了？当然了，我给周科长也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要是没想好的话，也不会这个点儿来啊。这样婶儿呢也不会亏着你。你每个月的工资一共是28块钱，这3年，也就是1008块。咱们棉纺厂呢，这个效益好，逢年过节都有水果、粮票，还有肉票。跟正式工的差价呢，也就是288块钱。这样，婶儿呢就按300块钱给你算。行，婶子，你说了算。我听说你想要票啊？你想要什么票？可以跟婶子说。粮票不用，空间里面可以住。邮票好像也不用。香皂票、肥皂票、卫生纸票、洗涤用品票，没问题。这些，还有这些，来，都给你。谢谢婶子。哟，小江啊，周科长，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周科长，我是生我被逼才那样说的，而且婶子也没让我吃亏啊。那个，你们先忙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婶子。哎，你慢走啊。这下一切都在我计划。你说什么？你把工作卖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他们和我说的是，我们家已经上了清算名单，如果要是一直留在城里的话，不久就会被下放。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不久前还发现了一间密室，我清算了一下，爷爷留下来的那些字画全都不见了，账上的钱都变成了金条。如果他们没有确切的消息，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他们这个时候骗我下乡，一是为了保沈青青，二是为了撇下我。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就是让我为他们打掩护，他们好自己跑路。七里八外的东西欺负到我头上了，逼的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才是工作，没必要为这种人搭上自己的性命。再说了，就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他们了。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姑娘，现在呢，局势一天比一天乱，要不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到乡下躲几天？不，我要南下琼州岛去履行我的婚姻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更不可能嫁给你。这个破东西，还给你。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的亲事就此作罢。我以后可是要回护士的，你和我这辈子都没可能。姑娘，我这辈子阅人无数，我看这小子不错。
可不是嘛？要是海盗军去的人，父亲母亲背景都好。主任，你爷爷离世之前，让我把这给你，利器。还有这个。谢谢三叔公。你呀，去之前先给他发个电报。去吧。结婚？哥，怎么了？他来电报了。啊？只是这个时期，他发电报说要结婚，可能是家里遇到了事情。我最近听说上面查资本家严得很，你现在又是晋升的关键时刻。把我的线全取出来，开上车，去趟百货商城。去百货商城干什么？买东西。下一站，大采购。篱笆、木叉、锄头、钉耙、篮子、簸箕、风车，这个，那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全都要了。麻烦你再帮我找2个工人搬一下。好嘞。谢谢。东西都给我放这儿吧。嘿，谢谢啊。风车、木耙、篱笆、铁锹、镐头、木叉、簸箕、铲子，一件羹。这么人性化！哎，试试这个，一键挖坑。还能调整大小啊！回去买点虾蟹放着养。老板，我要买点东西。青菜、菠菜、茼蒿、花菜、韭菜、白茄子、紫茄子，这些，红豆、绿豆、大豆、蚕豆、豌豆、毛豆、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红薯，我全都要。还有苹果、桃子、杏子、葡萄、橘子，全都给我来一份。好。来一点水。哇！哦，还有鱼呢。这些，还有这些，我全要了。这些你全都要？好戏开始喽！妈，
这样真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他姜四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就是，他姜四以为威胁我们拿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这钱他是取得出来，但是他却未必拿得出去。到时候就说家里遭了贼，1分钱都没有了，他什么也别想拿到。咱们之间呀，就两清了。再者说，调查下来，大家都知道咱们没有钱了，这钱还不进了咱们自己的腰包。妈，还是你最聪明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下乡以后怎么逍遥快活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头上还有几个大锅呢。我这一巴掌，算是全还回来了。放心吧，林宝柱会帮我们解决干净。咱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一点嫌疑都没有。咱们就且等着瞧好戏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个女人估计马上就会回来。放心吧，这几天我们盯他盯得死得很，他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内。这是岳父款，你们进去之后，把他刚取的大团结全看透了。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们付另一半的钱。好，没问题。哦。走。哎呦我去！他这屋，咱们得好好找找大团结藏哪儿了。这也不像有大团结的地方啊！我家刚修过都没这么干净，这耗子进来都要饿死呀，大哥！让你找你就找，废什么话呀！快找去！大哥，他这房子哪像有大团结的样？我看这屋里边唯一能让人偷的，也就只有这个房子了。要不咱把这房子偷了得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哥，我刚才看了，这几个门都被撬过。他奶奶的，被人截胡了！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，我一定把他打出屎来。要不我们直接去主屋看看？哎，不行，贼不足空。要不你把我们哥俩的尾款结一下？这几天我们盯着的、干着的，都是吃枪子的买卖。你不会是想要我们哥俩白干吧？哼，还想要我结尾款？啊！我没找你们算账就不错了，还找我要钱？你是不结是吧？对，我对你的妈！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烂账啊！看什么？去找！你看！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能弄死你！我的手下就别忙活了！
思思，怎么了？ 34婶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呀？别怕，别怕，有什么事儿跟我们说。就是你爷爷在的时候，就不少帮助我们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跟我们说就行。我爸他们一家刚走，本来就不敢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。就在刚才，刚刚有个人从那里进去了。我们家遭贼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真是的，混账东西，就连江家都敢偷！放心吧，孩子，别怕。你爸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你爷爷没少照顾我们。走，围上去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。就是，走，咱们都去给他撑腰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。哈哈！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你们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说谁呢？老大，好像不是说我们的呀。哎，说谁呢？你说谁？我能说谁啊？你们这样他妈把我气在下面，能当好人吗？说我呢？反正俺娘说，一看就是好人。也对啊。不对啊！我他妈本来就是贼啊！大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马上，那个小兵娘马上就回来了，订婚的钱我都给你们，还不行吗？给你们2倍，给你们2倍！给3倍，给3倍！我可不能被抓，不然堂姐可就要骂死。多少钱对现在的他来说都是小钱。3倍。哎呀，4倍，4倍！你们他妈的拿我双情愿呐！说啥？你们的钱我都给你们，这已经是给的最多了。就在里面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走，走。快走！站住！别跑！抓住他！跑得真快，这狗东西！先别去追，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追上他们呢？你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去叫警察通知了。就是，附近就是警局，他们敢来偷东西，没他们好果子吃。先看看偷的什么东西吧。这个房间的东西都没有了，这个房间的锁也被撬了呀！哎呀，这里都没了呀！你可千万别晕啊！真是的，让这狗日的跑了，来抓个人赃俱获。东西都没了，去哪里人赃俱获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警察同志，你可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主啊！他家遭贼了。我爸和我后妈离开了不久，家里就进贼了。我刚刚看到这么大一个身形的几个大汉，我一个小女孩，我不敢进去，所以我就在外面，我叫了大家一起过来帮忙。但是他们好像还挺熟悉地形的，就直接从后门跑了。对，后门。他们有什么特征吗？我没看清，好像孩子胆小，不敢说。我刚看到有个人脸上有疤，不像是本地人。几个人好像偷了很多东西，分赃不均，打了起来。其中一个人看着倒是眼熟，另外一个好像少了一只耳朵。方圆百里少一只耳朵倒是不多，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抓到他。小江是吧？你爷爷的事迹不仅老一辈知道，
他们年轻一代也都知道，现在情况特殊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警察同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现在真的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。林月如走的时候特意拿走户口，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我。洗洗睡吧。我家户口本、购粮本还有每本邮票都放在那个小匣子里头，全部都被他们偷走了。你放心，你这情况啊，我帮你写个情况说明。你拿着这个情况说明去户籍科找姓张的干事，他们会帮你补办新的户口本。有了补办的户口本，粮本、每本这些也很简单，那边啊都有纸质的档案留存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！谢谢警察同志。都算了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谢谢警察同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唉。江氏李生，我听说琼州岛环境不好，突然决定要去，我就不会后悔。再加上我有这么多物资，在琼州岛，我相信也能过得很好。你没过好的人生，就让我替你过好吧。呀，这些长得也不错啊。江同志，哎，警察同志，查到了，我们抓到了一只耳鹤刀疤。本来以为审讯起来会很麻烦，结果他们上来就交代了，背后呢是一个叫林宝柱的人组织的。我们已经立案了，这是立案通知书。还以为你们有什么手段。这，江同志，小江啊，哎，找得好，找得好。其他人呢？供出来了吗？比如说林宝柱背后是谁指使的？我们还在进一步调查，不过我们已经通知了林宝柱的家属，他们应该在来的路上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到右边房间再看看。谢谢啦。不客气。妈，现在回去，事情是不是已经办完了？是差不多。太好了，这下江四可完蛋了。他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敢在我的手心里抢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咱们给他的那就是他的，这2000块已经是他那爹给他争取到的最大限度。既然2000他嫌少，那咱们就让他一分都拿不到。啊，到了。啊！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月如，妈，我这家里正好遇到点糟心事儿，你这来的也太不巧了。你这样，你等我把事情处理完，我再去找你啊。
你也知道这个糟心事儿了。还好你回来了。妈，你还真以为我把她当闺女儿啊？我是看她哭哭啼啼的，表面上安慰她罢了。是啊，那个女人最好就是被气死，最好是去了黑省，一分钱也不带，在那边被冻死、被欺负才好呢。妈，这个事儿咱们就别伤你心了啊。就是。哎呀，四四呀，这怎么不高兴啊？哎呀，你这是怪我们出去太过匆忙，没带上你啊？哎呀，下次我一定带上你，行吗？我为什么要不高兴？这家里怎么乱糟糟的？这是遭贼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哎呦，那你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啊！我才不会给你想办。我家都被搬完了，你给我想什么办？是吗？当然了，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，是吧，妈？月如，老跪下求你了！妈，你怎么了？月如啊，妈跪下求你了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起来！咱们家就你最有出息了，你这次无论如何，你都要救救你弟弟呀！妈，你起来再说。他还这么年轻，他还没有为咱们林家开枝散叶呀！他如果现在就这么走了，我还怎么有脸去地下见你爸呀？怎么啦？要不要吃瓜子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的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而且我这么几天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？我自己家里都被偷空了。要是你啊，刚才说我什么猫哭耗子的话，我觉得呀，这事是你干的。我可听说了，最近上面查得很严，你可小心点儿。哦，对了。我好像听说林宝柱跟你关系很好啊，不知道这小子嘴巴严不严啊？你欺负原主吗？说包我，跟我的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轻我！发生什么事？秀文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你这几天不在家，家里都快被掏空了。啊！你看他怎么守这个家的？什么？哎呦，爸，局里已经调查过了，说是熟人做的，调查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林宝柱现在已经被抓进去了，很快背后的快供出来了。修文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，修文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！爸，你先冷静冷静。滚开，没你的事儿。爸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！出去玩没吃饱饭呢，一点力气。小文，你听我解释。爸，要不还是听听他怎么解释吧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你也知道的，天叔公一直很关心我们，
前2天他还说要来一趟，而且三叔公是一个非常重公道的人，他要是知道了，非得问个清楚不可。而且你也知道，他上了年纪，生不得气。爸，给，你要不扫扫地，冷静冷静。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不要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林月如是哪位同志？在地上被暴打那个就是。同志，不好意思，我同志，救命啊！你这为民除害也得有个度吧？林月如，你涉嫌教唆犯罪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涉嫌教唆犯罪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说什么？警察同志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家宝珠是他教唆的？阿姨住手！阿姨，冷静一点，阿姨。放下！放下！还不住手！好说。冷静，静点。警察同志，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可能自己偷自己啊！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？对，这位警察同志，我们家宝珠不是那种人，他怎么可能自己偷自己家呢？你的意思是这事儿就算了？算了吧。算了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。对，这要闹这么大，以后这亲戚怎么相处？再说了，林宝柱他比较年轻，做事冲动一些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教育他。行，那你回头到我这儿写个悔改书，好吗？好。您慢走啊。谢谢，好谢谢。唉，真大度呀，可能以为被偷的只有我房间里。毕竟给林宝珠100个人拿屋里的东西，3天半不见，待会儿你们发现了，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反应。思思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知道的，你阿姨她不是这样人呐。再说了，我刚才也算教训了她。行，但是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行为，以后还是不要有了。好，你保证有什么？你又不是我，保证了东西就会不被放进房间吗？下乡，我才不去呢！这家牛鬼蛇神，我是再也不想遇见了。团长，这些都是咱们这最高档的了。你也知道，最近上面查的严，你是工资挺高，加上那些奖金，的确是能让人眼红。说什么呢？你也知道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这么花钱，恐怕什么恐怕？他之前在护士的生活本来就和普通人不在一个档次，来了这里，我不能让他过得太差。还有没拿完的？这下车吧，太困。我想坐靠窗户。你别掉下来。我推开一扇门，转过身，你就在门里。终于要走了，像做了一个梦，追着浮，竟是场景。
同志，你没长眼睛啊？哎，真是的，没礼貌。同志，刚刚是不是有人撞了你一下？啊？你想检查？没错，是有一个人撞了我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这样？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？能描述一下吗？比如说个头高还是矮，身材胖还是瘦，或者说是眼睛大还是小，有没有戴眼镜？我想想啊，没关系，记不清就算了。这一点对我这个学素描的高材生来说，简直不要太简单了喂！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同志。这车厢太乱了，你在餐车待一会儿吧。就是他了。还有40分钟就到杭城了，这次要是抓不到他，以后就别想抓到他了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。至于安全的问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只负责找人，抓捕的事还是得靠你们。这位同志，你打算怎么帮助我们？有花生、瓜子儿、汽水、盒饭，有需要的吗？有需要的请自行备好零钱。哎，麻烦你小往里收一收啊。服务员同志，盒饭多少钱？盒饭是一荤一素2毛5，两素2毛。行，给我拿一份一荤一素的。好嘞。哎，我也要一盒，和他一样的。大娘不好意思啊，荤的呢就那一盒了，卖完就没有了啊。唉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，哼，连起码的尊老爱幼都不懂。哎，大娘，你说这话可真有意思啊！我不偷不抢排队买的盒饭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变成没素质的人了啊？照你这么说，以后去供销社买东西，家里人都不需要出来了。我靠，难怪找不到他，原来还真会化妆。要不是学过素描，五官记忆深刻，谁能认出来？你好，我想要一瓶水。哦，好嘞，来您的水，谢谢。我全都准备好了啊！行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干什么你们？这么对一个女同志？别动，还女同志呢？走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江同志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没有办法这么轻松抓到潘国贼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通缉犯，像是泥鳅一样很难抓到，真是给我们帮了非常大的忙啊！如果没有你啊，这次我们还是抓不到啊。能帮上你们是我的荣幸。你接下来要去哪儿？我会向上面汇报一下，一定要好好感谢你。哎呦，不用，这是为人民服务，多光荣的事啊！不，应该的。这样，你给我们留个地址，不然我们也不好跟上面交代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至少能做个榜样作用，让更多的人像您这样敢于帮助大家，向邪恶势力伸出援手，我们的社会也才会更加的和平啊！行，那就不客气啦。那我就先走啦。好，辛苦了，江小姐。再见。哎，慢走啊！哎呀，真是啊，多亏遇到这位好同志，要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抓到逃犯。走，回去审讯。是。
香皂、卫生纸、沐浴露、洗发水。哦，再来个雪花膏。咱们这紫外线强，要是出门不抹点东西啊，肯定会被晒成黑炭。是呢。哎，对了，你觉得还需要买点什么？疼老婆的人我见多了，像您这样疼老婆的，我还真第一次见。雅霜、百雀羚、双妹、有益。行，那每样给我来5套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拖鞋、凉鞋、小白鞋各来3双，纯棉的内衣内裤也来3套。行，多大号？多大号？就来最大的吧。行。哎，你慢点！你能不能不要成天到晚都跟着我？是，我妈是救了你，给你包扎伤口，给你花钱看病，但是我们家不只救了你一个。你像这样整天到晚的跟着我，像个跟屁虫一样，他们都说你是我的童养夫。这次他主动发来消息要和我结婚，一定是因为上面严查的事。他在胡氏过了好日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他受任何一点委屈。收拾好东西，我们出发。出发？去哪儿？去码头接人。哦，对了，路上教我怎么磨咖啡。我听说护士的年轻女性都喜欢喝咖啡。可咱们这儿也没有研磨机啊，所以我让你教我。啊，不过这不还早吗？这么早就去接啊？咱们早点好，早点过去等着。早也没早1-2天去候着呢呀。说在队里你是大家都敬仰的英雄，没想到嫂子来了，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对嫂子可真好啊。你好，同志，我要一张去琼州岛的票。琼州岛的票一共20元，船票拿好了。同志来见。谢谢啊。哦，不客气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那位怎么像江家的那位小姐啊？我听说琼州岛那边物资匮乏，我到了那儿生活可能会不习惯。而且连喝咖啡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不过还好，我有一大堆的物资。婉婉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婉婉，婉婉，没什么，可能是认错人了。上辈子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江家那位大小姐去了黑省，至于下场，她一个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大小姐，怎么会来这小岛上？
曼丽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明天到了琼州岛，我哥就会来接我了。你就陪我在省城玩2天呗，反正离你正式报到还有1个星期呢。曼丽，不好意思，我姐已经联系人过来接我了。哎，这样，等回头有空了，我再去省城看你，好不好？接你？谁啊？我猜不会是你心里那个小情郎吧？哎呀，什么小情郎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别胡说。怎么就八字没有一撇了？以前你们一个在京师，一个在琼州岛，离得10万8千里，那当然没机会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难道你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吗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一追难隔层纱吗？我哥可跟我说了，航空兵第4师一共3000多人，这女的100多个，就你长这么美，去了还不把他们迷晕了呀？再说了，你大姐嫁给了他大哥，你再嫁给他，亲上加亲，姐妹变妯娌，这以后的日子过起来多好啊！再说吧。哎，不过婉婉，你可真不够意思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要瞒着我，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姐妹了？我错了，曼丽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这回好不好？哼，你……哦，对了，曼丽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就好了，毕竟他……我懂，你这不就是在担心他那个娃娃亲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封建的事儿？再说，我看啊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们俩这门婚事成不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知道吗？他那个未婚妻是资本家小姐。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的那个未婚妻住着3层的小洋房，光是他睡觉的那个房间就比你我们家3个还大，这么大！还有，你知道他的生日宴在哪儿办的吗？在和平饭店，那可是沪市最好的饭店，里面最便宜的一桌，吃一顿都要花好几十，他选的还是最贵的，不加酒水，光每桌的饭菜就要100多，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只1个下午的时间，他在百货商店里就花了2000多块，想都不敢想。他家还有小汽车，还是德国送来的呢，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，货比货得扔。你说他那么有钱，还长那么漂亮，我看老三那个窝囊样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还有我那个婆婆，她也是，这人还没进门呢，我婆婆就给她包了一个那么大的红包，那么厚，偏心都偏到胳肢窝了。这么有钱吗？不过现在是敏感时期，你说那霍家又不傻，谁敢跟他们家结婚呢？再说了，霍家的那位都那么大年纪了，要是早想结婚，早就结了，还用拖到现在吗？说的也是。瞧你乐的，咱们快点上船吧，一会儿他可就要来接你了，不得把你给高兴死了。再说，这个男人已经是你板上钉钉的，就现在这个社会风头这么紧，哪有人敢跟资本家的女儿结婚啊？太好了，终于能见到霍大哥了。上船吧。真晦气，怎么又跟他一起上船啊？看着他那副有钱人的样子，真是让人厌。又是他，怎么那么巧？我怎么总感觉这人很眼熟啊？
像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因为情绪压抑的太久，后来患上重度抑郁，终活一辈子。不想对我发自情，以我对霍廷舟的理解，只要把这个送给霍廷舟，他但凡有一点的接受度，就一定会和我做朋友。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发展关系。现在这个年代，书信都很难送，只要在身边，就很容易让他对我产生好感。江江很有资本家心情，到时候他会有多后悔自己没来海岛？你这个死孩子，你是要死鬼投胎吗？偷吃别人的东西，也不怕烂心烂胃吗？你骂谁是死孩子呢？那小孩子不懂事，吃了你2块东西，你就骂2句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有本事别偷啊！他不偷我东西，我会骂他吗？我骂他，那是因为他脑子有病。他没病，我为什么要骂他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不仅骂他，等凉我还要打他。你住手！同志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？这个死小孩偷吃了我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带来的礼品，我骂他2句怎么了？他怎么说话呢？没事吧？偷吃别人东西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喏，这个给你，下次不能再那么做了，好吗？谢谢姐姐，谢谢你啊。同志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同志，毕竟是小孩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了，我看你真是未经他人苦来劝他人善。你知道我这个礼品买成多少钱吗？确实是小孩子的不对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骂他，毕竟是个孩子。至于你这个多少钱，这样吧，我赔给你。嘿，同志，我这个叫京八件，在京城里买得起的人少之又少，你呢，赔得起吗你？多少钱？哎呦，就你啊，我劝你还是别问了，你问了只能伤你的自尊。刚才在买票的时候，我们就见过你了。你说你买个票，旁边有个咖啡厅，你也要蹭上一蹭。你不是不知道吧？在这种人潮拥挤的地方，跟咖啡是配不上的。像那种高端又优雅的饮品啊，是要在它天文地理的时候喝的。哦，原来这么讲究啊！这不懂，还喝什么咖啡？就是，我以为是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喝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这个人咋这样啊？好，既然你喜欢装好人，那就让你装到底。婉婉，我们就让他尝一尝装好人的代价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个京八件呢，我在京城里买的3块，可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专门给人带的。要是看到我千里迢迢给他好不容易带的京八件，他会非常喜欢的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你赔10块。10块？怎么，你刚才不是挺阔气的吗？喝咖啡的时候倒是装的云淡风轻，现在怎么不装了你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这么重要的情谊，居然在你心里面怎么就值10块呢？这里是20，小孩是有错，我们加以批评教育。我在你这儿呢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，比如说像咖啡要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下喝。下次我回去一定会给家里的保姆好好普及一下。哎，你这人，曼丽，哎呀，要不是今天有重要的人来接我，我才不会和你大理这些。行行行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能用钱解决的事，绝对不能和他多逼逼。对，婉婉，像他这种人，一会儿你的心上人来了，我们不要惹这种货色，要是被他看见了也不好。你说的也对，
来了。看来了，霍大哥，我在这里。霍大哥，我在这里。霍大哥见到你真高兴。来了。霍大哥，真没想到你会来接我，真是太巧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给你带的京八剑，只可惜刚刚被一个破小孩吃了2口，还有个女人，她弄脏了这盒子里面的东西，收了我的礼物。依照霍田舟的性格，他就是我的人。霍大哥，来尝尝。路程这么远，等饿了吗？你这个女人还愣在这儿做什么？虽然我们一路上遇过几次，那你也不能赖在这儿不走吧？就是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你这种女人，专门抢别人的男人，你该不会是没见过男人吧？霍大哥，你看看，本来我想问你的，都是这个女人在这碍眼。我碍眼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从这艘船上下来，你一直赖在这儿不走，怎么？难道你想反悔？想？那我走。不是，就是刚刚在来的路上，有个小孩偷吃了他的京八剑，他说那个是送给很重要的人的，所以我就赔了他钱。多少钱？没事儿，我已经赔过了，是吧？啊，洛冰，一个京八剑最多值这些。哎，不是的，霍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女人在撒谎。码头上人多，先回去再说。啊，霍大哥，什么情况？他是谁啊？她是我霍廷舟的未婚妻，期待已久的未婚妻，期待已久的未婚妻。走吧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。上辈子他明明被赶下了乡，就已经去了黑省乡下。后来霍廷舟知道这个消息后，还疯了一样去黑省找他。可他并没有跟霍廷舟回来，两人不知道为什么还闹掰了。等再有他消息的时候，已经是1年半以后的事。难不成上辈子相思来过这儿？路上累吗？还好。你电报没写清楚，发过来2个字，也没有具体时间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到，所以我就……你就一直在这里等我？这天气挺好的。骗鬼吧你！我在船上听说了，这几天都是暴雨。上车吧。这车……不好意思啊，这队里的车刚装了点东西，没啥时间弄好。
谢谢啊。霍大哥，我是苏婉婉，真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我姐姐担心我，所以才打电话让你过来接我呢。我嫂子叫我来的。那个曼丽，那我先走了，回头我安顿好了，我再联系你啊。拜拜，反正我哥也来接我了，那有空我们再联络。那我上车了，拜拜。霍大哥，这个座位有点脏。就这一个座位了，你爱坐不坐？我坐。就一个？哦，行，没事儿，高了我更喜欢。你好。您好。我订了2个房间。房间一个在3楼，一个在4楼。你先交10块钱押金，剩下的多退少补。那个霍大哥，不用单独给我开间房，我和这位姐姐挤一挤就好了。当然，挤一挤是假，我就是不想给他们2人独处的机会。另外，我还想找个机会试一试姜丝。刚才在码头上，我就感觉这姑娘不对劲，尤其是她看我的眼神，处处透着一股古怪。大姐，你谁啊？谁要跟你住一间房啊？他跟你不熟，更不习惯和陌生人睡一间房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押金自己付。大嫂让我来接你，没让我负责你的吃喝拉撒睡。我的工资留着还有别的用呢。思思，走吧。上辈子下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风度的男人。你那10块钱押金还没给呢。干什么？给你。你先坐。霍廷舟论长相，五官深邃立体，鼻梁高挺，浓密有型的眉毛下是一双狭长多情的桃花眼，是典型的浓颜系帅哥，常年高强度的训练
使得他全身的肌肉线条流畅，再配上标准的188身高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。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来吧，去山中有个他。喝点水。谢谢啊。我看刚刚那姑娘好像对你有意思啊。不对，应该是对你动心了。你没看到她刚刚看我那眼神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别乱想，我看你有点晕船，现在还有胃口吃东西吗？在船上是有点没吃好，有点想吃。好，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那个苏安丸怎么办？找个理由把他送走，来接他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江四这脸色一路上都不太好，即便是看到霍大哥，也是一脸冷冰冰的，没看过几次。啊，看来他是来找霍大哥退婚的。只要他退了婚，霍大哥就会喜欢上我，到时候霍大哥不还是我的？这几天没睡好，皮肤又不好，再加上这琼州岛比较潮湿，得好好保养皮肤才行。你先洗着，我给你带的吃的，你一会儿饿了就吃点垫垫肚子。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。我先出去了。啊，好，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啊？果然和下乡的艰苦程度差不多呀，这可咋办呀？这可咋办？没关系，还好空间里面有足够多的物资。你上哪儿找的这些啊？我知道你之前在沪市山珍海味吃惯了，担心你吃不惯，给你准备了几个特色菜，快尝尝吧。特色菜是特色菜，但是这里应该不会有人做吧？还有这么好的厨师？我知道了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学做的吧？刚学几天，做的不太成功，你不要嫌弃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会儿吃完，我带你到附近去转转。你知道我们琼岛8大名珍是什么吗？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说话，能不能不要再说了？吃完饭再说。哦。对不起啊，我在家里习惯了。不用，我的问题。之前我们在部队经常时间紧任务重，老是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。抱歉，我们吃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江四现在正在和霍大哥谈。上辈子江四把霍廷州骂得狗血淋头，等他一说完，然后就到我了。我还真是个贴心的女人啊！霍廷州，
一定会好好珍惜我的。我们谈谈嘛。谈吧。江四一定在和霍廷舟谈退婚的事情。我们家的情况，三叔公应该跟你说过了吧？这个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确定了，下一批清算名单中有我们江家。虽然我跟我爸已经写了断亲书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江家唯一的女儿，所以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拿这个来说事。以霍廷舟的身份背景，怎么可能接受你这种人？说的倒是挺老实的。原来上辈子两人竟然是这么散开，真是个猪。不过这个江四说的这么直接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在一起吗？如果你要和我结婚的话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哦。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晋升无望，还有你父母那边应该也会受到影响。如果这些你都可以接受的话，那我们再来谈结婚的事。如果这些你都不能接受，那我们现在就取消婚约，好聚好散。哼，真是恶心！不想退婚就直接说。霍廷舟是什么背景啊？提一个要求他都能皱眉头。我看你是想气死霍大哥。哼，霍大哥真是绅士，都没骂死你。除了怕影响到我，还有什么？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一次性说完。我不会做饭，也不爱做家务，所以结婚以后，我不会成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。不管我去不去上班，我希望这件事都是由我自己来做决定，而不是迫于压力。我能保证的就是在外面可以尽量低调，但是关起房门来，我还是希望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，然后还是怎么样。总之就是生活水平只能高不能低。当然必要的时候还得需要霍廷舟帮我打掩护。差不多就这些，你晚上好好想想，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就跟我说。这个女人，哼，霍大哥他脾气也太好了吧，这都没有骂死你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忍不住了。真是个娇生惯养大小气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如果你只是怕影响到我晋升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，我不在乎这个。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条件，我没意见。而且，就算没有这件事情，我短期内也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年龄太小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都可以接受？嗨，你们好。那个，我就是路过来打水，这个门没关好，太松了。那请你现在给我关好。好。这霍廷舟脾气也太好了吧，这样都能接受。思思，你要想好，这结婚证明一旦登记了，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思思，这还没结婚就这么亲热，真是都疼。行，像我只思考了不到10秒的时间，我却有种度秒如年的感觉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打结婚报告，然后明天你跟我一块去看一下，我们挑一套家属院。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吧，最好挑一个平层，然后带一个小院子。只能是平层带小院子？咋啦？不好申请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我们空军啊没有平层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海军的大庙，空军的楼，总后的礼堂，第一流。不早了，
晚上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看一下大件，你要是觉得行的话，就定了。苏同志，你怎么在这？苏同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同志，你不是住在3楼吗？你怎么跑4楼来了？还有，这么晚了，你站在我们团长的门口做什么？苏同志，你先把衣服扣子系好。谁家好姑娘这么晚了，穿这么单薄出来？衣服的扣子还少扣了2颗。不是，还有，我们团长人已经订婚了，这黑天半夜的，你这么晚了还站在我们团长的门口，这像话吗？我这是没注意自己扣子，他自己崩开的。谢谢何同志提醒。对了，这么晚了，你找他们什么事？他们已经休息了。没事儿，有事儿团长不在，我也会找嫂子。哥，你今天怎么光吃饭不说话了？以后吃饭不许说话啊？什么？吃完再说。吃完了吗？别忘了今天去把那结婚报告申请递交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车咋办？你放心吧，你嫂子会开车的。好嘞。嫂子，嫂子，真厉害。思思，我刚刚上楼的时候看到苏婉婉了。那苏婉婉我跟她不熟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来我这儿了。我发誓，我这些年从来没有招惹过任何一个女同事。是，你是没有主动招惹，但是你这张脸真的很难不被人惦记。哇，好美啊！要不要这么夸张啊？又不是没见过本小姐以前的样子。小浪，走吧。好。他俩牵手了，看到了，他俩可真般配啊！对呀，这才是郎才女貌。是啊，我都不敢想象这俩人生出来的崽崽得有多好看。可不是嘛，真让人羡慕。哎，可别，快看，你们团长旁边那姑娘是谁啊？这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啊，跟电影画报里的女演员似的。走吧。说起这个，那我可要开始装逼了。那个可是我嫂子。江思，有了这个文件，不管霍廷舟对你再怎么好，也不会让你耽误他的前程。即便他想，军属院子的人也不会同意。哎，你好。咱俩这么大张旗鼓的买东西，你和家里人说了没有啊？还没来得及，主要我不知道你哪天来。那一会儿路过邮局的时候，你打电话问问，如果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。没有如果。喂，哪位？奶奶，是我。哎呀，小周啊，你都好久不打电话回来了。哎，最近怎么样？一切都好吧？挺好的，你们都还好吧？你放心，奶奶和你爷爷身体都好着呢，你爸你妈也是，你不用担心。今年过年还回来吗？
你都2年没回来过年了。奶奶，哎，小周呢？你把电话给他。小周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做人不可以忘本的，你懂不懂？你和死丫头已经订过婚了，你还去找别的小姑娘了？难道这几年你在部队里学的那些东西都忘完了吗？不是，奶奶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反正我告诉你，除了死丫头，别的孙媳妇儿我一概不认，你也不用往回领。还有啊，这件事儿我不会替你隐瞒，也不会替你求情。你爸要是把你的腿给打折了，那是你活该。喂，奶奶，我是思思啊。是思思啊，你这丫头，你也去了琼州岛啊？昨天刚到的。奶奶，我们今天给您打电话，就是想说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真的吗，思思？哎呦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奶奶呀，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那你们要早点回来哦。好的，奶奶。再见。太好了，思思啊，他们要结婚了。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今天一早啊，他们都给我打电话了。哎妈，那他们有没有说婚礼是在京市还是沪市举办？要是在沪市办的话，我们得尽快安排一下。国庆也过完了，是不是也忙完了？你抽空请2天假，咱们一起去一趟沪市拜访一下亲家。应该的，明天呀，我去安排一下行程。2个孩子说了，婚事一切从简，宴席什么的也不办了。他们还说，让我们不要来回奔波去琼州岛，等到年底休假的时候，他们小2口一起回来过年。到时候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，热闹热闹就行了。不回来可以，可不能让我思思吃亏呀。既然他们2个小2口已经商量好了，不办就不办吧。到时候啊，把酒席的钱再折给他们。这彩礼呢，就跟老四他们结婚时候一样，3转1响，72腿的家具，另外再给888块的现金。老大老二结婚结得早，那时候也不兴什么3转1响，彩礼也没那么高。妈，咱们家做事向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，我们几个结婚的时候也没给安家费，那怎么到老三那儿就变了呢？再说，那老三媳妇儿她家的条件比我们好嘛，条件好就该吃亏吗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给老三家2000块的安家费，你们吃了大亏了是吧？妈，我没这么想。这些年你们吃家里的住家里，我和你爸还有你爷爷奶的福利津贴全都花在你们身上了。老三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这么一算，那老三还是吃亏的呢。别说给2000块钱，就算是给3000块钱，那也是我们老2口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妈，那话也不能这么讲。我们是住在家里没错，可是我们……能不能闭嘴？老大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行，你不说是吧？那我来说。你不就是想说，你们住在家里，每个月还得给家里交生活费吗？你们都好好想想，就你们每个月交的那3瓜2枣的，够你们隔3差5吃细粮吃荤菜的吗？够孩子们早上吃鸡蛋喝牛奶的吗？看看他们过的什么日子！告诉你们，要不是我们4个老的工资在那定量的撑着，就你们吃屁窝风去吧！总说是我偏心，等老三回来的时候就把家分了。妈，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。老大结婚的时候，人家江家送来100块钱礼钱，还送了1床羊毛毯。人家老二结婚的时候，人家也送来100块钱礼钱，另外加1床龙凤喜被。那老四结婚的时候，人家江家有事儿没来，但给你们搭了150块钱礼钱。现在老三要结婚了，你们这些做弟弟哥哥的，自己看着办吧。妈，
家话多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你们都散了吧。孩子们都大了，各有各的心思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为了这个气坏了身体，不值当。这个你拿好了，回头呢会给他们小两口，这是我和你爸的一点心意。妈，我有钱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哎呀，拿着，这又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我孙媳妇儿的。妈，思思，这些钱是我给我们结婚准备的。既然要结婚了，以后这个家里的支出都由你来过手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里面一部分是我的工资，还有一部分是我给其他航校学员授课的福利津贴，还有一部分是我这几年工作发的奖金。我执行的任务绝大部分都是保密级的，所以奖金比较高。比如像歼落敌方战机这种，一架就有3000块钱奖金。难怪你这7年总共就回去探亲了2次，原来你是工作狂啊！我知道你以前的生活，这些对你来说不算什么。以后不要为了钱去出任务，咱们俩身上的钱加起来都够花几辈子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同志，你放松放松，不要紧张。你记住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个是你的爱人，不是敌人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看这里啊！同志，你要是实在笑不出来，不笑也行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吃住，我吃住啊！听着啊，外面的情况你都很清楚。虽然那帮人动不了部队军属，可一旦结了婚，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影响的。这些你都考虑好了吗？曹主任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既然我做了这个决定，不管什么后果，我都会承担。就算脱了身上这层皮，这个婚我也必须结。行，行吧。那你们尽快去军区医院做个体检，结婚报告我会尽快的批给你，最迟下周给你消息。谢谢了，曹主任。谢什么谢？恐怕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不会和他结婚。这个你妈的，请进。你好，同志，我这里有一个包裹，但是我刚来不太熟悉，也不知道是谁的。这是公安部的包裹。江思，既然要让你丢人，就要丢最大的人。我要让霍大哥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今天不想吃西红柿炒鸡蛋。随你。真听话。团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现在咱们家属院的门口热闹的跟菜市场一样，你们还是避避风头比较好。咋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国安部寄来一个包裹，上面写着嫂子的名字。我的？
别说是咱们院子了，就是整个琼州岛也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包裹。你来之前跟国安部的人打过交道？好像是。哎呀，说不清楚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从前面绕一下，一会儿从驾驶员的后门进去。想走门儿都没有。快看，他们回来了！念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要是错过了，你担子。行。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请问哪位是江四女士？这边有一个重要包裹，请来查收一下。江四，你的包裹呢？他的包裹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一个包裹的事情，有必要闹到播音室来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哪有霍大哥，我这不是怕院子的人不认识江四吗？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们这院子里最怕的就是一些敏感的东西。还有什么江四？叫嫂子。你也知道，嫂子之前从护士来，上面流言蜚语就很多，更何况这个来路不明的包裹，我们可得谨慎一点为好啊。哦，是，确实是要谨慎一点。没事，我现在去拿啊。那嫂子去拿的时候要小心哦。小心，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为什么要小心啊？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说你们家最近被查的严啊？好像是什么资金外流，还有什么和外面的人勾结。啊，也对，如果没出这点事儿，可能你也不会来泉州。能不能闭嘴？亏我们霍大哥对你一片痴心，你明知道自己有问题，还故意来祸害霍大哥。不过这次的问题恐怕比之前的严重的多了。你能不能别说话？能闭嘴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这是为整个院子着想啊，霍大哥。啊，没事的，他就是想故意激怒你，你听他吧。我去拿就是了。哎，姐姐，我去帮你拿。给你。哎呀妈呀，你人还怪好嘞。先了啊。等等，这上面的人让我把包裹给你，说了必须要让你把这个包裹当面拆开。什么时候有这规定了？这还有这种规定啊？那当然，咱们这个院子里最怕的就是作风出了问题。本来你不来还好，本来就是罪人，现在还被上面知道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办？哪怕是霍大哥也保不住你。这下霍大哥应该很清楚我苏婉婉到底有多好。哎呦，一定要在这里开吗？这多不好啊！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拆也可以啊，那我让他们来拆啊。没事，你不用搭理他。走。大家快看看，他们走了。哎，霍大哥，不能这样啊！是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不好看的？就是，我媳妇也没有这么护的呀。你们也跟他一伙的是吧？没事。你当然觉得没事了，可谁知道会不会连累霍大哥？你刚才磨叽半天，是不敢拆这个包裹吧？是吗？肯定是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里面
装的到底是什么？恐怕你要面临的是牢狱之灾。要是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呢？这要是不是啊，我当众给你道歉。哎，都听见了啊！我本来不想让你道歉的，但是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挺好奇的。你准备怎么跟我道歉呀？你想让我怎么道歉，我都可以。毕竟啊，这里面东西一定能让你做到。这天网恢恢，不管你逃到哪儿，你就算是逃到了这琼州岛，也还是逃不了你罪名。我光明磊落，我为什么要逃啊？我搞笑啊你！光明磊落？你们这些压榨人民、血汗钱的资本的，哪有什么光明磊落？亏霍大哥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拿霍大哥当挡箭牌？真的假的？江同志平时看着也不像坏人啊，怎么归坏霍廷州？霍廷州现在正在上升期间，万一出了差错，这辈子都完了。岂止是完了，甚至有可能被流放下乡呢。霍大哥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跟那个江四划清界限吧，趁着还没结婚，可别让自己越陷越深了。我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在这个包裹打开之前，你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了。霍大哥，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对你影响有多大，当然觉得没有什么，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多大的影响我都不怕。行，那我就打开看看，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到底影响有多大。要是如果打开没什么的话，你要当众给我道歉，别的也不用什么，就去我家里给我打扫打扫卫生。哎呦，哦，对了，我有洁癖，记得打扫干净一点哦。你让我给你做保姆？我行啊，不过呀，你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哎呀，我好担心呢，拆开看看。没事，过来看，都过来看。这个，咱们也去看看。这是，这是。这是，这看着也不像很严肃的事儿啊。这种东西是只有奖励重大帮助的情况下才会有的啊！咱们这个院子里估计都没人见过，就连霍廷州都没见过吧？哇，真的吗？这江四上辈子是拯救过地球吧？居然有这种荣誉！不可能！有了，我发现了一张纸。我想，所有的东西一定写在这张纸上。那里的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，而这张纸上的一字一句都是呈堂证供。哦，今日啊，我都要看看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。海军航空公司石江人工团财务科转江四，1000元。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，这么多，嫂子，在咱们这个地方可不多见啊。我就说吧，江同志不仅长得漂亮，气质非凡，还立了这么大的功。可不是嘛，
江同志和霍廷钊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顺眼了，这简直就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是啊，不可能，不像有些人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来捣乱，真当我们院子里人这么闲？这红色的是什么？喂，把这个打开。还是奖励啊！重要犯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感谢江同志帮忙抓住重要犯人。不愧是军属，真有我们军人家属的风范，竟然还抓到了犯人。看这奖励的金额，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犯人啊！真是不仅长得漂亮，还聪明，还正。嫂子，这下我可得好好跟你学习一下了。现在你看到了吗？算你这次运气好，没想到还真是国安部奖励你的。那个，我也是为了咱们院子里好，我也是怕咱们院子出什么事啊。既然事情没什么，那大家就散了吧。散了吧。等一下。霍大哥，怎么了？你说散了就散了。你刚刚什么来着？我刚才说什么了吗？不承认是吧？是大家都还在这儿呢。行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行了吧？不行。你以为我是大小姐就好欺负？声音太小啦，我听不见。你刚刚吆喝大家过来的时候，声音不挺大的吗？恢复一下刚刚的音量。对不起。可以了吗？听见啦。记得去我家里打扫哦，要打扫的干净一点。走吧。胡兵，包裹处理一下。好嘞。陆家务是真累啊，什么时候我那一大堆钱才能有用武之地呢？思思，累坏了吧？还好。泡个脚吧，一会儿好睡觉。我先出去了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。不住这儿。等新婚夜的时候，这人会不会还这样？他要是不主动的话，我总不能霸王硬上弓吧？没事。刚刚外面好像有只猫。哦，没事，这里猫是常有的，你去赶走它。江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谁都知道，院子里都要做婚前体检。要是你体检出了问题，到时候看你怎么。
贾医生，走吧。别紧张，都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瘦。你168公分，体重才刚刚的98斤，我给你开个证明吧。回头你到军人服务社买2袋奶粉，早晚记得各一杯。好的。来，在那躺着。躺着。来啊。一般人进去最多也就10多20分钟就出来了，这人快待了1个小时了，该不会连一次枪都没摸过吧？哎呦，怎么样了？还没有，那就再给你半小时。我说啊，实在不行你就想想自己媳妇儿，要是再不行啊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了，好了。来，那好了，这个是最大号的，那好了，就这些，多了也没有了。空间里囤了那么多东西，就这么放着，实在是有点可惜啊。思思，久等了。等很久了吧？饿坏了吧？你吃。霍团长，你媳妇儿也太瘦了，回去了可得。您说的是？这是体检报告。难道报告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这段时间我和霍廷舟同吃同喝，霍廷舟可没少摄入灵泉水。灵泉水对暗疾或者陈年旧伤有修复作用，但是具体有多少我还不清楚。思思，你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8月份的时候做过体检，我的各项指标在整个军队都是最合格的。只是这次婚检多了几个项目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那可能就是生殖健康方面。怎么了？梁总，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身体检测的各项数据都很健康，就是这个精子的活力啊弱了一些，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，只怕是将来的子女啊浅了一些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，就算你们将来有了孩子，孩子的月份大了之后呢，很可能会自然流产。霍廷舟因为那次事故的确是受了伤，但是灵泉能恢复他的身体？不对，这下你的真面目要露出来。男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在乎这个。今天你要是抛弃了霍大哥，你就真的完蛋。我不在乎，我们2个人正常结婚。另外，这份报告是谁做的？这是怎么了？霍大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听说你之前有一次空中作战受了伤，不过你放心，
这个病也不是不能治，只是就是有一点苦了姐姐了。抱歉，我之前做的体检都算是最合规的，没做过这方面的检查。我真不是有意瞒你的。如果什么？我是说如果什么，你直接说呀。也就只有在这个年代，才有这么纯情的男人，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，不会藏着掖着，多为对方考虑。那些年车马很慢，收心很野，一生只会爱一人，真好。舍不得又不好意思说。果然，以我上辈子对霍廷舟的了解，他如果知道自己有这么严重的病，不会和江四在一起。哼，江四，你再怎么斗也斗不过我。至于江四，他本来就不想和霍廷舟结婚，现在来多半是因为有婚约，他碍于自己大小姐的面子才来履约的吧。我可真是个好人啊，两个没长子不想在一起的人，还得是我用点手段帮你们说出来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取消。好啊，霍廷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要取消婚约是吧？还在演呢，心里乐开花了吧？赶紧同意。我是不想影响你，你要是想好了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取消婚约。领导那儿，我去跟他说。江同志，婚姻是大事，您可要好好考虑清楚。台阶给江四应该就会下了。行，我考虑清楚了。霍大哥，你别灰心，这个病不是不能治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全力治好你的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，有什么样的病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你的病就是我的病，我们一起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在乎，就算他有什么大病，我也不会离开他。更何况就这点小问题，怎么？你是很想拆散我和霍廷舟？啊，还是说你觉得商店里没有了一件像样的高级物品，他们就会盯上一件低级的？哎呦，现在经济不一样喽，以前的观念啊，得改变改变。你不对呀，上辈子不是这样的，江四这女人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是啊，苏婉婉，你怎么回事？人家两口子情投意合，不是正好？再说了，这病确实不是很重要的病，你一个护士，就别在这里来掺和了。行，那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在哪儿？你干什么？啊！这份报告有问题吗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医生，而且刚才蒋医生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这份报告确实是有问题的。但你不刚才也说了吗？霍大哥有病，你会跟他一起治。怎么，你刚才还一脸圣母心，现在不想装了呀？我是问你，这份报告有没有问题？我是护士。我问你是什么职业了吗？没。你最好没有。思思，怎么了？辛苦你再重新做一次了。因为我怀疑有人作假。林泉能不能修复霍廷舟，我不知道具体的进度，但是我们刚拿到报告，苏婉婉就进来。老娘可是从21世纪来的，
这点小把戏都看不出来？你是说他做了假？唉，我看你，我不像是不行的人。江四，你说这话可要有证据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这份报告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当然了，你也不会承认的。即便这份报告是真的，也不会影响我和霍廷舟。但是，如果不是真的，你就死定了。蒋医生，辛苦您再帮我们做一次。啊，行，走吧，这边来。谢谢。不是，加油！可是我……别怕别怕，回去好好给你补一补。那我去了。哎呦，怎么着？做贼心虚啦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心虚了？真是奇怪，这辈子的江四跟上辈子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这辈子的江四也重生了？那个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去忙了。哎呀，别急嘛，咱俩唠会儿。来，我让蒋医生加急处理。江四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没有自己的工作吗？我现在要马上去处理。江四同志，耽误了我的工作，你赔得起吗？哎呀，苏同志，你一天多少钱呀？就你耽误我那一会儿，5块。这样啊，松开。这样吧，我远道而来，作为江家的小姐，确实没有什么能给你。不过这特产呢，倒是有一些。呀，现在知道讨好我啦？拿着吧。这就是你的特产？哎呦，这个特产，你嫌弃啊？你等着，这有啊。江大小姐，江同志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还行还行，但这是军区大院，不是你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你以为这臭钱能解决什么？我可没时间和你这种华而不实的大小姐胡闹。是吗？等等。佳琪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这么快？何廷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苏婉婉，整个环节里，我刚刚已经询问过，你有从中参与，现在你最好老实交代。我没有，江医生，我可能……这个同志一看就没说实话。你要是不愿意说，我待会儿报上名，仔仔细细给你查个底朝天，也不是不行的。江医生，可能是我工作疏忽了。这样，我再重新去检查一下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医院出了问题，差点害了你们俩。嗨，这不没害到吗？哎，那我媳妇的体检报告会不会也被人动了手脚？啊，放心，我帮你问过了，她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。
妇科这方面我不是专家，不过我看过报告啊，你媳妇儿这个体质啊非常特殊。她需要调理吗？啊，不用。姜四啊是易孕体质，一碰就怀。你小子呀也是走运。我就实话跟你说，即便你的体检报告真有问题，只要有你媳妇儿在呀，你们两个有孩子的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很多了。不过现在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，你们两个现在啊还是多想想怎么避孕这个问题吧。江医生，除了你之前给我的那个东西，还有什么办法向你还钱？有啊，结扎。谢杨医生，不用，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呢。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哈。我们走了，江医生。完了，要是让上面知道我在婚检报告上做了手脚，我就完蛋了。怎么办？有了。喂，妈，是我。哎呀，小周啊，你怎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？哎，思思来了没有？妈想跟她说句话。她没来啊，思思没来啊？妈也没什么事儿，妈就是想听我的儿媳妇儿甜甜的喊我一声妈。哎，那你今天打电话干啥？我正要和你说呢。什么？你大嫂的那个妹妹也去了琼州岛，还在你的婚检报告上做了手脚？对了，妈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和你说一声，那件事情是我做的，而且我也没打算手下留情。我估计苏家那边大概已经知道消息了，你和爸要有个心理准备，他们很可能上门去闹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苏家养出这么没脸没皮的闺女，他们有什么脸面上门来闹？我跟你爷爷奶奶呀已经商量过了，等过年你们回来呀，咱们就把家分了，到时候你跟思思过你们自己的小日子。对了，我给思思寄了一些东西，你记得查收啊。谢谢妈。哎，都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挂了啊。好，那我挂了。哎呀，妈，哎呦，妈你怎么了？我都教你好多遍了。珊珊呀，你妹妹她出事儿了。婉婉她不是在军区医院吗？她前2天才给我打过电话呀，说一切都好。妈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婉婉都这么大了，她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我那小叔子他也在琼州岛呢，他们都是一个军区医院的。那婉婉要真有什么事儿，他也不能不管呀。哎呀，他管个屁的管！哎，要不是他，你妹妹能被军区的人给抓走吗？你说好歹我们也是亲家，他这么做，心未免也太狠了些吧？哎呦，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妹妹她要被判刑了！啊！哎呦，珊珊呀，能不能救你妹妹出来，就看你了。婉婉是我亲妹妹，我不会不管她的。不过，婉婉这事儿有点难办。这难办什么呀？你回去求求你公公不就好了呀？你公公是那个京市的司令员，对不对？这么小的事，一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？你这个小叔子，他再不是东西，他还能越过他老子不成？哎呀，妈，你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有多过分。那老三媳妇儿还没过门呢，我婆婆就张罗着要给彩礼，还说要给安家费，我就说了一嘴不公平，他就直接说要分家，还要把我们一家6口都赶出去。什么？你那个婆婆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给他们霍家生了3个大胖小子，现在肚子里面还揣着一个，你可是他们霍家的大功臣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妈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这样你一会儿回去看到霍家老爷子他们，什么话都别说，或者直接哭，
看他们什么时候松口，原谅婉婉，你就什么时候起来啊！妈，这能行吗？我这都怀孕6个多月了，还要一直在那儿跪着，我这身体能吃得消吗？那怎么办呢？那生的孩子那也套不住狼啊！哎呦，珊珊，这次是委屈你了，但是你也别一直傻跪着。如果发现情况不对，你就装晕，知道吗？你就记住了，你现在怀着孩子呢，他们不敢让你怎么着啊！爸妈，你们就瞧好。怎么回事啊？平时这个点儿，老爷子应该在下面啊，看看报纸，听听收音机。奇怪，怎么今天这个点儿人还没下来？大嫂，我煮了面条，你吃不吃？今天怎么是你煮饭啊？小丁呢？你说小丁啊，爷爷奶奶他们去大河那边疗养了，小丁也跟着一起啊。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上午的事儿，我也是刚刚听隔壁邻居说的。对了，这2天爸妈、爷爷奶奶都不在家，明天直接在单位吃食堂了。爸去近邻军区勘察工作了，妈那边他单位要去赣省革命老区慰问演出。知道了。既然他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江思，我本来不想这样做，可都是你逼我的。这些证据足够让江思生不如死。电话里面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自从他走了以后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和青青他们都快饿死了。既然他不让我活，那我也不会让他活。这些都是江家的罪证。曹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坐坐坐。霍廷洲，我想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确定要结这个婚？尤其是就算背了处分也要结婚的那种。曹主任，这话你不用再问了，无论你问多少遍，我都是那个答案。现在是8点50，我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，抓紧去民政局领个证。现在去？行，试试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哦，对了，苏婉婉已经主动交代过了，她说她之所以动你们婚检报告，就是想破坏你们之间的婚约。还真是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之所以破坏我们的婚事，是因为害怕我的家庭成分拖累到霍廷洲？是的。抱歉，是我不能接受这个理由。他说他怕我的成分拖累到霍廷洲，那我想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说出这种话的？如果他担心，大可以上报军区，或者是联系霍家长辈，而不是选择这么恶心人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婚事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我的成分有问题，那也不是他篡改现役军人体检报告的理由，这是两码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走吧，我们先去领结婚证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据苏婉婉同志所称，沈修文同志涉嫌通敌卖国，2年前将家产全部变卖，打算近日就要偷渡湘江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真没想到苏婉婉为了逃脱处罚，竟然会病急乱投医到这个程度。她的确是急。我不知道苏婉婉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消息的，但我了解到的，以他们现在的状况，想要去湘江，几乎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沈修文前段时间已经被人带走了，现在有没有放出来我不清楚。我那个继母教唆本家侄子将我们家值钱的东西全给偷了，已经被判了15年劳改，现在已经去了江省的农场。他们夫妇俩生的3个孩子，2个去了云省下乡，1个被娘家送到了福利院。你们说，他们现在这种情况，还能去湘江吗？江四，你撒谎！上辈子江家也是这个样子，提前放出了一堆假消息，最后一家人还不是悄无声息的逃走？还有，他们家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可能会不偷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些都是他们串通好的，你们不要相信他。不信我？难道信你一个外人吗？江四，人都只往自己身上说好的，你不要以为大家是傻子。现在上上下下都在打击资本家，你也只能往自己身上说好的。不过咱们这个院子容不得你这样的人，霍大哥也容不得你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是在针对我。你所说的他容不得这样的人，实际上是你容不得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承认，我之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我也是为了霍大哥着想。你这样的人和霍大哥在一起，终究是个祸害。苏婉婉，3番5次的搞破坏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霍大哥，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，他们家他背后到底有多黑暗啊！我也想看看。曹主任，这是我们辖区公安局李副局长办公室的电话，我们家的案子就是由他负责。是真是假，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知道了。另外，我想问下在座的各位领导，如果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，那苏同志对我们恶意举报和诬陷军属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？行，我给你一个交代。若真如你所说，怎么样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行，曹主任，麻烦你打个电话。曹主任，怎么样？哼，人嘛，果然不可貌相。哎呀，这小姑娘真是太可怜了。她爸爸走得早，她爸爸和后妈还千方百计的要算计她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苏安安同志，江子同志说的话我都核查过了，全部都是真的。不仅如此，在这真相的背后，可比这更令人心酸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
他们家就算是一家人，全部坐牢了，东西全部被偷了，也改变不了他们一家人是资本家的事实。还有，他们江家是护士出了名的资本家，怎么可能就一点家产？他们家一定是私藏了很多东西，一定是这个年代私藏黄金是重罪，是违罪的，是要吃枪的。今天要是不把苏婉婉推到牢底坐穿，我就不姓江。这是我和沈修文的断亲书。你断亲了？这是登报书。你不是问我们江家为什么就这么点财产？那你就好好听。46年御守闹饥荒的时候，江家通过华阳义政会捐了20万斤大米、10万斤面粉。47年萌生血灾，江家捐款15万，粮食10万斤，3000件御寒的大衣。50年到54年的时间，江夏联合沪市工商协会累计捐了140架飞机、700多门大炮、谷物。各省发生特大洪涝，江家捐了20万。58年鲁省旱灾，江家还是捐了20万。59年到61年全国闹饥荒，江家前后捐了近100万。我们江家是资本家没错，但是这些年并非只顾着自己享乐，就连大领导都说了，我爷爷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，他的所作所为要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地，行无愧于人，止无愧于心，是当之无愧的红色资本家。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诋毁我们江家？你胡说！胡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说。你是不是胡说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你的所作所为，够你在里面待一辈子。接下来有什么话，你跟派出所的同志说。和平。是。胡大哥，胡大哥，慢走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个身份，不管是下乡还是来琼州岛，都会有很大的不便，尤其是对你。我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陪你一起度过。我还以为他真的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木头，来琼州岛比我想象中还要顺，还比原书里更好。接下来处理完这件事，我就把手里的物资发挥作用。去哪儿？你来之前给我发了2个字，为了这2个字，很久很久。现在我要去实现。说啥？我们结婚一定要来啊！一定来！好，说啥？我们下个月结婚，一定要来啊！一定来，一定来！一定去！哎呀，生日快乐啊！好，贺听兄，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媳妇。就是啊。放心吧，我霍廷州这辈子接到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你。